2026年3月13日，美国国防部正式批准派遣第31海军陆战队远征队出征伊朗。帕尔钦基地3个整齐的弹坑还没被黄沙淹没，哈尔克的硝烟还未散尽，排水量 4.5 万吨的迪利波里号2栖攻击舰已经关掉了所有电子应答，像一头沉默的黑鲨，准备切进阿曼湾的深水区。甲板上那20架可以随时垂直起降的 F-35B 就像是20柄挂在德黑兰头顶的断头台。很多人问，美军已经动用了核动力航母，动用了隐身轰炸机，为什么还要派2500名海军陆战队？这支陆战队带去的不是橄榄枝，也不是撤侨，他们是美军跨越了46年的复仇。海军陆战队的出征预示着这场战争即将走向尾声。今天我们就带大家去解密美军这场最宿命的行动，看看他们是如何在2026年的春天缝合那道半个世纪前的帝国伤口。为什么火力军会说这是一场复仇呢？我们把时钟拨回到1980年，那一年发生了一件美军特种作战史上最黑暗、最耻辱，甚至让后来的五角大楼每次提起都想生气的拍桌子的事情——鹰爪行动。当时为了营救被扣押的美国使馆人质，美军精锐进出，结果呢，他们在伊朗东部的卡维尔荒漠遭遇了罕见的沙尘暴，还没等见到敌人的面，一架 2H-53 直升机就撞上了 EC-130 运输机，火光瞬间吞噬了8名美军士兵，剩下的部队只能丢下战友的尸体和直升机残骸，在狼狈中撤退。德黑兰甚至在那些烧焦的直升机残骸上建立纪念馆，那是美军在冷战时期最痛苦的时候。对于美国海军陆战队来说，这46年来，他们活得就像个背着沉重十字架的苦行僧。在他们的功勋簿里，海湾战争是顺风局，伊拉克战争是持久战，唯独1980年的那场荒木噩梦是他们一代代教官在讲课时必须咬着牙才能讲完的家丑。所以当2026年3月这2500名陆战队员重新踏上这片海域时，你以为他们是在执行常规轮换？不，这在美军文化里叫做赎罪权，直白来说就是复仇。这2500人带去的每一枚炮弹，每一架 F-35B 其实都是为了给当年埋在沙漠里的直升机残骸举行一场迟到的葬礼。如果你观察过这批陆战队员的士气，你会发现一种诡异的安静，他们不是来占领领土的，他们是来洗刷曾经耻辱的。这种复仇仪式感对对手来说是极其恐怖的，因为这意味着这支部队根本不在乎伤亡，不在乎成本，他们唯一的指标就是要在当年跌倒的地方把对手最后一丝神灵庇佑的幻觉给砸个粉碎。德黑兰这40多年来一直把1980年的那场沙尘暴解读为神迹，但2026年的陆战队带去的是能穿透沙尘暴的红外传感器，是能在垂直起降中精准点名的闪电战机。特朗普政府这次把这支部队放出来，意图再明显不过了。既然当年的账没算清，那这次就直接把利息和本金一起清零。在美军的战略账单里，这不仅是军事部署，是要让对手看清楚，当年你引以为傲的胜算，在今天的垂直霸权面前，只不过是一场因为侥幸才迎来的彩票。1901年，法国考古队在伊朗苏萨发掘了被誉为法律鼻祖的汉谟拉比法典，那上面的文字仿佛预言着伊朗的结局：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其言如刃，其意如铁。现在的陆战队就像是预言里的神阀，他们站在迪利波里号的甲板上，冷冷地注视着那片噩梦开始的荒漠。而问题只剩如何开始。聊到这群重返中东的陆战队，所有人第一时间想到的一定是那架能像直升机一样降落，像超级赛车一样俯冲的 F-35B。说实话， F-35B 到底有多厉害，我们的观众想必甚至要比火力军更了解。它的隐身涂层，它的数字大脑，它能融化甲板的垂直下喷气流，这些参数大家估计都能倒背如流。所以今天我们不必把时间浪费在这架飞机身上，因为在中东棋盘里 F-35B 只是射向德黑兰的那枚针头，而真正恐怖的是握着这枚针的那只手，也就是他脚下踩着的这艘巨舰。迪利波里号，我们说过美军的此次行动是颇具宿命感的，复仇是第一个，第二个就藏在这艘船的名字里，那是一个跨越了221年的血色宿命。很多观众可能觉得迪利波里只是一个地名，但如果你去问美国海军陆战队员，他会告诉你，这个名字是刻在他们骨子里的记忆，也是他们军歌里最响亮的第一句。从蒙特祖马的大厅到迪利波里的海岸，1805年，当时还处于婴儿期的美军陆战队横跨大西洋去远征北非，那不仅是美军历史上第一次跨海远征，更是他们第一次在异国的领土上插上那面星条旗。那场战斗让这群原本在船上干杂活的4等人一战成名。2026年，当特朗普政府把这艘以此命名的巨舰重新开回中东时，这更像是一场推迟了2个世纪的仪式。这艘船名字本身就在向对手释放一个冷冰冰的信号，我们又回来了。我们这次带回来的不是外交函件，而是221年前那种不服就打到你家门口的暴力基因。这种历史的轮回感，对于崇尚上帝视角的战略家来说，确实带有一种令人窒息的宿命压迫，但光靠名字可吓唬不了敌人。
迪里波里号在设计上有一个极其反直觉，甚至被很多传统海军军官骂成是残疾的缺陷，它没有坞舱。坞舱那是用来装载大型登陆艇、气垫船，好让坦克和步兵能从海里冲上海滩的，是它作为两栖力量的核心特征。可迪里波里号竟然为了追求极致的杀意，亲手放弃掉了这个功能，这在当时的海军内部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很多人说，没有坞舱，你还叫什么两栖攻击舰？你拿什么送坦克上岸？但美军的逻辑非常冷酷，坦克过于落后，未来是航空的天下，为什么要慢吞吞地送坦克去抢滩？从空中直接把防御网切开，那不是更高效吗？美军把原本用来放登陆艇、放坦克的巨大空间全部切掉填平，那多出来的上万立方米的空间被他们塞进了什么呢？答案是巨量的航空燃油和一眼望不到头的弹药库。现在的迪里波里号已经不再是一辆负责送货的水上大巴，它变成了一座漂浮在深海里的弹药工厂。这种设计上的牺牲换来的是一种令人绝望的持续打击能力。普通的两栖舰带几架飞机就得考虑油够不够，弹足不足，但迪里波里号是专门为 F-35B 这种大胃王量身定制的，它能支撑20架 F-35B 以超高频率像工厂流水线一样一波接一波的飞向目标。这种设计本质上是美军对现代战争规则的一次霸道解读，占领不需要，头顶上降下永不停歇的金属风暴才是美军的答案。在2026年3月，这艘名字里带着血色宿命、身体里塞满炸药的巨兽正静静地驶向阿曼湾。它不需要像航母那样摆出遮天蔽日的排场，它那种精简到只剩杀戮的姿态才是对德黑兰最直接的威慑。美军派出的这2500人根本不是去试探的，他们是需要回应那200多年前的宿命。这2500名海军陆战队到底接到了什么样的指令？要理解这2500人的战术动作，我们要想想当年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毫无疑问，美军在这两场战斗中展现出了霸主级的实力。但是战争有两重含义，一个叫武装，一个叫治理。美军在武装方面毫无疑问地交了一份满分答卷，但在战后治理上却有一个不理想的成绩。我们回想一下那段让美国纳税人想撞墙的荒诞岁月，那是美军历史上最奇怪的20年。在阿富汗的群山里，在伊拉克的烈日下，这群全地球最强悍的武装力量竟然被当成了武装版社会工作者。美军砸下了超过2万亿美金，2万亿啊各位，这钱足以把大半个地球的摩天大楼都刷成金色。结果呢，在那20年里，你会看到最荒唐的画面。一名全副武装、身价100万美金的海军陆战队员，手里拿的不是呼叫空中支援的对讲机，而是给当地小镇孩子发的糖果和练习册。他们辛辛苦苦的修桥铺路、建学校、挖水井，甚至还得负责去教那些连名字都写不全的当地民兵进行如何所谓的民主演习。当时美军甚至花了4300万美金，在阿富汗的一个荒郊野岭修了一座极其豪华的天然气加气站。结果落成那天，美军才发现当地根本就没有一辆车是烧天然气的。这种圣母心爆棚的治安战，最后换来的是什么？是美军离开的时候，身后留下的那一堆连他们自己都看不懂，甚至连上帝都摇头的烂摊子。美军的想法当然是好的，作为民主的灯塔，他当时的善意是肯定的。但我们时隔多年回过头看这段岁月，我们只会明白，那片土地辜负了美军的仁慈。2024年末，特朗普重新坐进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今年3月份，国防部批准中央司令部增兵请求，而这位总统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这种慈善家式的战争计划书，连同那套自我感动的剧本一起扔进了碎纸机。他的目标只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不要占领，只要毁灭；不要建设，只要清算。这就是 MAGA 风格毁灭战。在特朗普这个老练商人的逻辑里，战争不再是为了推行某种价值观，而是一场关于资产负债表的清零。他受够了派美军去帮对手修房子，他现在唯一的兴趣是直接抹掉你赖以生存的所有重工业资产。这2500名陆战队员身份从教官变回了纯粹的拆迁工，他们的任务逻辑利索的惊人。以往的对手最喜欢美军搞长期占领，因为他们会利用这份善意，只要你敢留下来修学校，我就能用没完没了的游击战拖死你。但2026年的陆战队根本不进这个陷阱，他们执行的是砸碎并离开，这就是美军的最新算术。试图改造一个国家，一年要赔进去1000亿美金，而派2500人去屋里抹除这个国家的战略能力，成本只要10亿美金。美军用1%的成本就能让对手在未来20年里，甚至连修补那些废墟的钱都凑不齐。在特朗普看来，这才是真正的美国优先，不需要为你的重建买单，我留下一片彻底的废墟，让你在漫长的黑夜里去反思得罪霸权的代价。除此之外呢，暴力的毁灭伊朗的重资产确实是一个非常直接、非常有效的手段。这也是3月13号海军陆战队被曝远征伊朗后网上普遍的观点。火力军当然是认可的，可是当我盯着哈尔克岛的废墟，那毫发无伤的石油设施，突然察觉到了一丝诡异的气息。现在的局势已经很明朗，阿里·哈梅内伊早已不在人世。他的儿子穆杰塔巴虽然名义上接了班，
但这位新领袖除了发表了一篇声明外，就查无此人了。面对被五马赫飞弹打穿的国境线，面对被精准摘除的石油心脏，这位新主人的沉默是在向全世界释放一个极其危险但也极其诱人的信号：德黑兰内部可能已经裂开了。那么陆战队这2500人就有可能不是去打仗的，他们是去接亲的。请各位代入一下，那个中东的博弈棋盘，特朗普虽然是个商人，但他是个追求极度控制的顶级资本家。他之所以特意留着哈尔克岛那些完好无损的储油罐，之所以派2500名精锐陆战队，有可能是为了完成他这辈子最大的一笔并购案，更换伊朗政权。我们要明白，在德黑兰那层厚厚的意识形态外壳下，权力从来不是铁板一块。随着战争进入这种单方面被点名的绝望阶段，伊朗内部其实已经分成了2拨人，一波是那些死守教义，想要拉着全城老百姓陪葬的强硬派，而另一波则是那些看清了形势，手里握着实权，却不想跟着破船一起沉底的务实派。对于这些人来说，老哈梅内伊的死是枷锁的断裂，而美军的轰炸则是给他们的最后通牒。美军陆战队的出现，实际上是给德黑兰内部那些明白人送去了一份带刺的投诚邀请函。大家试想一下，如果你是伊朗内部的一个实权派将领，当你发现美军能精准地把你家后院的导弹库炸飞，却能让你旁边的金库和油泵毫发无伤时，你收到的信号是什么？那是美军在对你说，跟随我，大家一起有钱赚，违背我，那就不要存在了。所以陆战队的出动是为了一场政变的背书。这2500名重装刺客甚至不需要去德黑兰玩什么巷战，他们只需要在那儿用那种不讲理的垂直起降，武力封锁住每一个出海口，让那些顽固的强硬派在绝望中自生自灭。一旦内部的亲美势力或者是想要保命的继承者完成了秘密投诚，陆战队的直升机群就会像接亲车队一样，直接降落在德黑兰的权力核心。他们不是去占领，而是去护送伊朗的新主人。这场接亲大戏的背后，是美军对全球能源规则的一次重组。特朗普的最终目的，既不是为了推广什么民主，也不是为了单纯的复仇，他要的是两样握在手里就能让全世界低头的东西：波斯湾石油的最终定价权和霍尔木兹海峡的钥匙。如果这场跨国扶持成功，伊朗将不再是一个威胁，而是一个被深度嵌入美式体系的超级代理商。到时候，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全球石油的水龙头将直接被美军的靴子踩住，每一桶从这里流向世界的原油都要经过美国的确认。特朗普他的野心可能超乎我们的想象。好了，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别忘了点赞关注，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你认为这是特朗普会利用这支海军陆战队来一次政变吗？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